恭喜关大人，如今官拜宰相，真可谓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是啊，孟夫人也是好福气，如今得了诰命，这京城之中谁不羡慕？各位同僚客气了，关某能有今日，全仰仗圣上隆恩，也离不开内子多年的操持与陪伴。若无林哥，便无我关义安的今日。夫君言重了，夫妻本是一体，荣辱与共。关大人与夫人真是伉俪情深，羡煞旁人啊！是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是高高在上的诰命夫人，而我却要跟着那个傻子被赶出家门乞讨？孟灵哥，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林哥，晚宴，今日咱们家可是双喜临门，安顺王府和关家同时来提亲。这两门亲事，一家是皇亲国戚，一家是今年的新科状元。你们姐妹俩意下如何？提亲，我重生了。父亲，女儿愿嫁给关义安关公子。华燕，你父亲，姐姐是嫡女，身份尊贵，理应嫁入王府享福。女儿是庶出，不敢高攀。关公子才华横溢，正是女儿的良配。前世孟环燕抢在前面，说什么也要嫁入王府做世子妃。后来因为世子吃剩，家产被一个庶子夺了去，他们夫妻二人被逐出门，风餐露宿。现在看来他也重生了，贪图关义安未来的宰相权势，这才抢着换了人选。林哥，既然你妹妹执意如此，你怎么看？既然妹妹情深意重，女儿愿成人之美。姐姐，你别看现在官家清贫，日后我可是要当诰命夫人的。至于你，就好好去王府伺候那个傻子吧。听说那傻子发起疯来，可是会咬人的。享福，孟环燕，你只知他日后位极人臣，却不知上一世我背地里替他经营了多少，受尽屈辱才换来那身诰命符。这一世，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福窝，你可要做回去。要回家吃糖葫芦。世子爷，再等等，接了人咱们就回家。真是个傻子，白瞎了这副好皮囊。可怜孟家那位大小姐，日后嫁进王府，怕也是要守活寡了。傻子即便穿了龙袍，也不像太子。只有关郎这般气度非凡的才子，才是我未来的依靠。姐姐，我的如意郎君在向我招手呢。至于你，好好享受照顾傻子的滋味吧。世子爷，那是新娘子，不能冲撞。张大人这边的关系打通了，只要小灵儿不哭，你吃糖就不会难受了。我尝过了，这串是甜的，一点也不酸。我要回家了，小灵儿，我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傻子，前世那人走得轻盈，月黑风高，连脸都不曾看清。好在这双眼睛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我前世与温芷墨从无干系，大婚日都没有仔细瞧过这位妹夫，她为何会知道我的乳名？世子知道我是谁吗？小灵儿，是，我是你未来的娘子，孟林哥。小灵儿是我娘子。或许他从前见过我，罢了，眼下世子这般，怕是问也问不出什么来，还是日后再议。装什么情深，不过是傻子一时兴起。孟林哥，等到了王府被拦在门外立上一个时辰规矩，
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疯。第78条，妇容虚整，不得喧哗。嬷嬷，我真的站不住了。世子妃，规矩立不好，日后若是在王府行差踏错，老身可担待不起。这被人当众羞辱的痛苦，这一世好好尝尝了。小灵儿，到家了。慢着，王妃有令，新妇进门前需先立规矩，请嬷嬷教导。安顺王府家训第1条，敬顺公婆不得有违。不听了，不听了，小灵儿，我们回家，不要理坏婆婆。世子爷，这都是王妃的命令。你们都是坏人，母妃也是。我要小灵儿跟我回家。您，这傻世子为了媳妇儿连亲娘都骂了，看来这孟家大小姐手段了得啊，还没进门就把世子收服了。王妃，世子爷这么护着世子妃，看来是真心喜欢。喜欢有什么用？他心智不全，最容易被人哄骗。不行，这规矩还是得立。去把家法拿来，我今日就当一回恶人，先磨一磨他的性子。小灵儿，儿媳蒙母妃看重，愿早学规矩，在府立足。心中感激，绝无怨言。只是世子心疼母妃操劳，恐儿媳学规过久，让母妃悬心，才略显急躁。还请嬷嬷通融，先让世子入内歇息，儿媳学明规矩再入府，以免出错。对，让母妃歇歇。这孩子竟是被他说成了这般。世子妃这既保全了您的面子，又全了世子的名声，真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儿，是个聪明的孩子。罢了，若是真让他在门口站久了，倒显得我这个做婆婆的不近人情了。哪里有大婚日让新人分开的道理？这规矩日后再学也是一样的。吉时莫误，快迎世子妃进门。世子年岁虽然已经弱冠，但心智如同孩童，应该不通房事。看来还得我先学习，再教导他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前厅的宾客都走了吗？没走，但是他们一直催我，说让我回来洞房。小灵儿，小灵儿，什么叫洞房啊？好玩吗？洞房嘛，是只有我们2个人才能做的事情。不过洞房之前还要先喝合卺酒，这样我和夫君才能长长久久。那我要跟小灵儿长长久久。哎呀，湿了，小灵儿别怕，我给你擦干。咦，小灵儿这里怎么鼓鼓的，像藏了2个软乎乎的馒头。夫君，这不是馒头。不是馒头，那我怎么没有？你看，怎么这里突然跳得好快？我是不是要生病了？可我要陪小灵儿，不行，不能把病气过给小灵儿。夫君没病，这是欢喜。欢喜？那我要一直欢喜，小灵儿也要。夫君还要洞房呢。王妃，成了！真的，墨儿她懂了。哎呦，何止是懂了，老师在门外听得金切，咱们世子爷那叫一个生猛。夫君，如今你已是状元郎，受陛下赏识，位极人臣，指日可待。那是自然。娘子放心，待我仕途顺遂，定让你做那人人羡慕的一品诰命夫人。娘子不嫌弃我家贫，肯下嫁于我，这份情谊易安铭记在心。只要能陪在夫君身边，吃苦我也是愿意的。吃苦？哼，我可是来享福的。梦林哥，你就在王府守活寡吧，这泼天的富贵终究是我的。日上三竿了还不起床？哪个新媳妇像你这么懒？想饿死我们娘俩啊？狐妹子，这才刚进门就缠着我儿，耽误她公务。你知道易安现在有多忙吗？那是未来的宰相，
你担待得起吗？婆婆，天还没亮呢，还敢顶嘴！夫君，娘子，百善孝为先，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如今我初入官场，诸事繁杂，家中琐事全靠母亲操持。她老人家脾气是急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大家都说娶妻娶贤，你是大家闺秀，理应更懂孝道。你就多担待些，莫要惹母亲生气了。快去吧。夫君，你怎么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娘子，莫要扰我清静。没关系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只要义安官运恒通，我就是一品诰命夫人，这点苦算什么？我忍。等我当了宰相夫人，看谁还敢给我脸色看。儿啊，你看那个孟环燕，干活笨手笨脚的，哪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妈，您多担待点，毕竟是尚书府的小姐，嫁妆还是有不少的。如今我虽有官职，但上下打点、同僚应酬，哪样不需要银子？等把她的嫁妆拿过来给我做铺路石，您就不用这么辛苦。哼，若论嫁妆，那嫡女嫁妆不是更多？听闻昨日在王府门前本是要立规矩，结果被孟林哥3两句给拨过去了。再看看家里这个，果真是庶女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哼，孟林哥，又是孟林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过得这么惨，你却能风光无限？林哥，既已成了家，这管家的担子便该交给你了。多谢母妃信任，儿媳定当竭尽全力打理好王府，不让母妃操心。墨儿这2日看着倒是沉稳了不少，也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了。夫君赤子之心，只要顺着他的性子，耐心引导，他什么都懂的。给母妃，给小灵儿。好，好，墨儿都知道孝顺母妃了。母妃，大嫂，前世就是他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夺了王府的权势，从一个庶子跃升成王府世子，甚至能把温芷墨这个嫡长子给逐出门外，不是善茬。新婚燕尔，大哥今日气色也好了许多。看来大哥还是为小时候的事记恨，没想到让大哥记到现在，还望嫂嫂莫要对我生了举你。二弟言重了，只是夫君稚子心情，喜恶随心，总有他的道理。大嫂真会开玩笑，弟弟对大哥向来敬重。既是敬重，二弟身为庶弟，见嫡兄不仅不行礼，反倒先拿往事调侃，这便是温家的规矩吗？大嫂教训的是，昨日我有些私事未能在王府，头日帮长嫂，一时激动忘了礼数，弟弟还有府中要务处理，便先告退了。日后有你护着墨儿，我也能放下心了。夫君，看了一上午的公文，累了吧？妾身给您捏捏。还是娘子贴心。这官场上的事繁杂，也就回到家能得片刻清闲。夫君是做大事的人，以后封侯拜相，妾身还要跟着夫君享福呢。好啊，我满院子找不见人，原来是躲在这儿偷懒来了。婆婆，我在伺候夫君。伺候？我看你是勾引。大白天的在书房动手动脚，成何体统？易安是要办正事的，你个狐妹子只会耽误他。妈说的对，娘子，此处是办公之地，你确实不该在此扰我心神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后院那几个尿壶都满了，味道熏得慌，还不快去倒刷干净？夫君，娘子，快去吧，莫要惹母亲生气。好，我忍。为了日后的诰命夫人，为了能把孟林哥踩在脚下，这点屈辱，我早晚让你们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听说了吗？安顺王府那位新世子妃真是好命啊！刚进门，王府就把掌家大权交给了她。你看这官家的新媳妇儿，天天被婆婆骂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倒尿壶吧。孟林哥，凭什么你众星捧月，我却要在这里受这种屈辱？既然我过不好，你也别想活。我要那种药，最烈的那种。嘿嘿，夫人好眼光，这可是西域来的千人罪，贞洁烈女也能变成荡妇。孟林哥，3日回门，我就送你一份大礼。父亲，您就别等了。那安顺王府的世子是个傻子，我看姐姐啊，多半是觉得丢人，不敢回来了。那是你长姐，今日是回门大日子，无论如何也要等她回来。况且安顺王府礼数周全，断不会失了礼数。礼数周全，
那是对正常人，对个傻子讲礼数，那不是对牛弹琴吗？老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您看，我就说她是一个人。安顺王氏何氏？女儿携夫君回门，给父亲请安。给岳父请安。好，好，哈哈哈，回来就好。快起来，世子也快请起。方才进门时，似乎听到妹妹在担心我不回来。姐姐听错了，我是盼着姐姐回来呢，只是没想到姐夫竟然也来了。夫妻一同回门本就是礼数，妹妹这般说，莫非是觉得安顺王府连这点礼都尽不到吗？怎么会呢？姐姐言重了。梦灵哥，待会儿我看你怎么笑得出来。林哥，你母亲这几日身体抱恙，尚在卧床休养，眼下前庭也无事，你去瞧瞧，莫要让她等急了。是，女儿正有此意。那我也要跟着小灵儿。父亲，我也许久未见姨娘了，正好也去后院看看。你有这份心也是好的，去吧。是。林哥，娘听外面那些风言风语，说世子以前打死过通房丫头，你在王府当真没受委屈？娘，您看他这样子，像是暴虐的人吗？那些谣言不可信。世子心性纯质如孩童，最是赤诚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娘就怕你为了宽娘的心，报喜不报忧。大小姐，夫人，前厅吩咐奴婢送点心来。放那儿吧。此人有些面生，才几日，府上就添了新丫鬟。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娘，以防万一，不如请府医来看看。孙嬷嬷，快来！去把府医偷偷叫过来。是。看看这地上的桂花糕，夫人，这糕点里掺了极重的迷情散，药性猛烈，常人误食只需片刻便会。既然有人费尽心思布了局，我们若不入局，岂不是辜负了他这番好意？坏，不能吃，保护小灵儿。夫君好聪明，能瞧出有坏人。现在夫君先藏好，我去把那个坏人找出来，好不好？我听小灵儿的。冬青，藏起来。过来吧。瞧这身段，这皮肤，不愧是千金小姐。但是大哥，那人不是说那药会让人燥热难耐吗？这两个怎么昏过去了？哎呀，少废话！哥哥来了！动手！把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拿下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没有别人，
是我们见到大小姐见色起意才迷了心。我们一不谋财，二不害命。大小姐现在也好好的待在这儿，你们要动手就动手，还能杀了我们不成？怎么不能？你可知道那桂花饼里面是什么药？不就是春药吗？顶多难受1天而已。你可别想唬我！看来让你下药那人没告诉你啊，那东西可是宫廷禁药失心散。现在若是被查出来，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判处凌迟，再诛9年。他这是拿你当替死鬼！别杀我！我说是一个女人，她给了我们钱，让我们来毁了大小姐的清白，还算识时务。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来，不好了，后院出事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梦灵哥，你完了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寿宴，这里怎么会有外男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些人怎么会被抓住？梦灵哥怎么会没事？妹妹来的这么着急，怎么吓成这样？父亲息怒，并非女儿有意惊扰，实在是有人心思歹毒。女儿方才发现送来的点心里被人下了那种见不得人的脏药，意图毁了女儿和母亲的清白。女儿将计就计，结果就抓到了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而且他们还供认是受旁人指使。混账！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孟府撒野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父亲，既然他们说是受人指使，不妨让他们自己说出来，到底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胆子？黄燕，你怎么手心全是汗？大概是被这阵仗气到了。没事儿，我瞧瞧到底是谁这么大胆。管家，让他们把话说清楚。当着老爷的面，还不快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是他，就是他！你血口喷人！我没有！大庭广众之下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父亲息怒，这恶徒凭空污蔑女儿清白，父亲，你一定要相信女儿，我是冤枉的。那便是这大汉在撒谎吗？你既指认二小姐是主谋，口说无凭，若是拿不出确凿的证据，污蔑官家千金，可是要被乱棍打死。我有证据，小的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在哪儿？这位小姐当初给的定金不够，便拿了一支金钗抵债。小的怕带在身上被人发现，就把它塞在院门口那棵大槐树下里了。一支金钗而已，满大街都是，凭什么说是我的？是不是妹妹的？拿来一看不就知道了。管家，劳烦您跑一趟。去，给我搜！夫君，夫君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要帮帮我。打了这么多兵法，若是跟这个毒妇扯上关系，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岳父大人自有公断，若你是清白的，自然无事；若你真做了那等丑事，我也保不了你。老爷，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老爷，这金钗看着有些眼熟，像是二小姐嫁妆单子里的物件。胡说！这种金钗款式寻常，凭什么说是我的嫁妆？二小姐有所不知，当初置办嫁妆时，老爷怕下人手脚不干净，将东西调包，特意吩咐老奴让工匠在每一件首饰的隐蔽处都刻了一个极小的暗记。逆女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梦灵哥，是他偷了我的金钗，陷害我。妹妹这话真有意思，这金钗既是暗记，连你都不知道，我又如何得知？妹妹，哪怕是撒谎，也要动动脑子。够了，不必再说了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装死？刚才不是还嘴硬吗？夫君，夫君救我！我是
是你的妻子啊，你不能不管我。妹夫，妹妹这手段虽说是狠毒了些，但终究也是为了争口气。只是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妹夫是读书人，最重礼义廉耻，应该不会包庇吧？大姐说的是，此妇德行有亏，竟然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关家清流门第绝容不下这等无妇。岳父大人，既然是孟家的家事，小婿自当避嫌，此妇便交由岳父大人处置，小婿绝无二话。好，既然贤婿大义灭亲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家门不幸，出了这等丑事，改日孟某定当登门赔罪。管家，送客。是，老爷。我就说呢，刚才你说要去看望你生病的姨娘，结果那么早就回了前厅，原来根本不是去尽孝，而是去安排这些安杂事儿。庄心渊一世英名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夫君，带我走，带我回家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，夫君救我！岳父大人教训的是，此妇犯下大错，受些皮肉之苦也是应当。小婿实在无言之话，只求岳父大人莫要让此事传扬出去，以免影响小婿的事。关义安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穷书生，若不是为了日后能挣个诰命夫人的头衔，我怎么会看上你？还有梦林哥，凭什么你什么都能得到？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？我如今遭受的一切不幸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我发誓，只要我今日不死，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父亲，王府还有诸多事务等着我处理，我出来久了，该回去了。林哥，林哥，你等等！今日之事是为父疏忽了，让你受了委屈。你放心，那个孽障我定会狠狠教训。还有张姨娘，教女无方，我也已下令将她禁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不许踏出院门半步。父亲看着办便是。世子爷，今日让您受惊了，改日孟某定当备上厚礼，亲自去王府赔罪，还望世子爷。父亲，时辰不早了。小灵儿吃，墨儿特意留给你的。今日孟环燕的手段虽然拙劣，但是若没有夫君，今日我说不定也会中招。是时候找一个精通医毒的心腹了，而且说不定夫君这吃病还能有治愈的办法。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神医……对了，苏乐言，上一世他刚来京城义诊，却因为不愿攀附权贵被欺辱。京中权贵欺人太甚，此地容我不得。今日之后，我将不会踏入京城半步，也绝不会再接诊任何王公贵族。当时他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游医，没什么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谁能想到后来江南闹瘟疫，他凭一己之力救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名声大噪，大家都把他当活菩萨供着，尊称一声医仙。那时候京城那些达官贵人肠子都悔青了，就算捧着万两黄金去求，也别想让他再看一眼病。算算时间，此时正是他在京中行医问诊的时候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让他离开，更不能错过救助夫君的任何机会。先不回府，去洗净。大娘，您这是积劳成疾，加上受了风寒，我给您开2贴药，回去煎服3日便可见好。大娘，这药钱免了，您拿着去前面的药铺抓药便是。喂，那个看病的，
我家公子病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一趟。排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要看病，后面排队去。没看见这里还有病人吗？排队？你这野丫头是不是没长眼？你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？那是京城李富商家的独苗，让你去是抬举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大娘，药方拿好，慢走。在我这里只有病人，没有公子。不管是谁，想看病就得守我的规矩。这位大哥若是不想排队，就请回吧，莫要挡了后面病人的路。下一位。好个不知死活的贱婢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个摆地摊的野丫头还敢跟爷摆谱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就砸了你这破摊子！给我砸，狠狠的砸，我看谁敢拦着！住手！你们这是目无王法！王法，在这条街上，爷就是王法。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，好大的威风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的排场，原来是安顺王府的世子妃呀！怎么，世子妃不在王府里好好哄那个傻子玩，也有闲情逸致来这贫民窟凑热闹？我劝世子妃还是少管闲事，免得脏了您的绣鞋。不许骂小灵儿，你是坏人，滚开！就是，欺负大夫就算了，连世子妃都敢顶撞，这人也太无法无天了。行。算你运气好，今天有贵人护着你，咱们走着瞧。夫君，没事了，坏人走。苏姑娘受惊了，多谢世子妃解围。不过我这人脾气硬，不懂变通，怕是入不了贵人的眼。世子妃若是想以此施恩，怕是苏姑娘误会了。林哥并非想要施恩图报，只是刚才见姑娘面对权贵不卑不亢，坚持百姓诊治，这份风骨正是林哥所钦佩的。这西街鱼龙混杂，今日走了个富商的家丁，明日保不齐还会来个侯府的恶奴。姑娘一身医术，若是用来应付这些琐事，岂不可惜？我苏乐言虽是一介布衣，但也知道无功不受禄。世子妃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地契我不能收。这不是赠与，是借住。我在京郊有处清静别院，平日里也是空着。姑娘可以带病人过去，那里环境清幽，更适合静心钻研医术。况且姑娘也不忍心看这些病人因为姑娘的处境而担惊受怕，连病都不敢看了吧。既然世子妃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苏某若再推辞，便是不识抬举了。多谢。小灵儿，手酸要揉揉。好，给你揉揉。冬青，带世子去后院玩耍，看好世子，切勿打扰。苏姑娘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林哥有一事想请教姑娘。世子妃请讲。方才在车上，我见姑娘一直盯着世子看，姑娘医术高明，我想问，世子的痴傻是否另有隐情？这位世子妃比传闻中更加敏锐啊！世子妃好眼力，既然话已至此，苏某便不隐瞒了。世子之症确非天生，乃是中毒。苏姑娘如此笃定，想必是看出了端倪。此毒名为醉梦饮，源自西域，无色无味，却能使人心智，令人如坠梦中，不知今夕何夕。中毒深者，毒素淤积于肾虚，后腰处必有赤色蛛网纹。世子妃若有疑虑，回去一看便知。西域奇毒，这东西在大周应该是禁物，
苏姑娘可知何人能弄到此物？此物在西域也是千金难求的秘药，专攻公平争斗。在大周，若无通天的手段和极深的边境人脉，绝无可能得手。世子妃不妨想想，谁最有本事，又最希望世子变成这样？那此毒除了让人神志不清，可还有其他危害？心智退化只是第一步，随着毒素入骨，重者会逐渐分不清梦境与现实，终日昏睡。待到红纹爬满背脊，便是大罗金仙也难救，只能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游进边缘。多谢苏姑娘告知真相，此恩梦灵哥没齿难忘。世子妃言重了，苏某既接了这枕巾，自当尽力。如果真的有人在王府里对墨儿下毒，那这个人的势力定然深不可测。我真的能护住他吗？小灵儿终于回来了，钟儿等了好久，被窝都暖好了。小灵儿终于回来了，摩儿等了好久，床榻都暖好了。墨儿，坐回床上去，好不好？灵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好难受，为什么我的这里跳动的这么快？傻墨儿，这是喜欢你啊。小灵儿身上很香，也很软，抱着你就像抱着全世界最软的云。不许推开，我给你暖被窝，靠在一起才暖和。我要抱着你，一刻都不松开。不推开，就这么抱着我，说是没有那些阴谋下乱，说是你能一直这般安好，该多好。小灵儿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只是有些累了。你在撒谎，你的眼睛里好像要下雨了。别怕，我如今是大人了，能护着小灵儿。谁若敢让你不开心，我就替你把他赶跑。好，那我便全仰仗夫君保护了。现在不冷了吧？我身上很热，哪怕冬天来了，也不会让你冻着的。疼，小灵儿摸得我这里好热，好奇怪，像有虫子在咬。夫君不哭，我在，我一直在。夫君，你好好想想，背上这个痛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或者有没有谁给过你奇怪的东西？我不记得了，就是有一天在玩的时候磕到了，感觉痛，才发现有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那里，只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睡了很久很久，醒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我哭，母妃哭得最伤心。睡了很久，是在哪里睡的？醒来之后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，有很苦的味道。醒来以后，我就不记得好多事了，连原本背得很熟的书也全都忘光了。父王考我功课，我一个字也答不上来，他就发了好大的火，说我是废物。那不是你的错，是坏人害了你，不是你笨，也不是你忘了。可是我是不是身上有脏东西？什么？有个坏女人说我身上有怪病，是不祥之人，以后是不是连小灵儿也会嫌弃我，不要我？胡说！你是这世上最好的人，不管变成什么样，我都永远不会不要你。你是我的夫君，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谁若敢嫌弃你，我便让他再也不敢开口。真的吗？哪怕我是个傻子，哪怕我会把你弄脏。你不是傻子，你是这府里最干净的人。告诉我，那个坏女人是谁？长什么样子？她在哪里跟你说的这些话？好多影子在晃。好了，不想了。夫君乖，只要你不喜欢，我们就都不想了。夫君，那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孟府，你为什么会打翻那片点心，还说不能吃？因为点心是苦的呀。苦的？你吃过苦的桂花糕？以前我吃过这种样子的点心，吃了就会肚子疼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像有火在烧一样。我不怕苦，可是我不想让小灵儿吃苦，
小灵儿是甜的，不能吃苦苦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不吃点心，以后凡是苦的东西，我们都不吃。他当年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对一份点心有这么大的反应？那我们吃糖葫芦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吃糖葫芦，只要是小灵儿给的，我都吃。那你在这儿乖乖等着，我去给你做，很快就好。我等小灵儿。你个傻子！来人，世子妃。以前我吃过这种样子的点心，吃了就会肚子疼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像有火在烧一样。墨儿虽然心智受损，但对痛觉的记忆绝不会贮藏。若是寻常吃坏肚子，怎会有火烧之感？而且他竟能分辨出所有点心都带着药味。冬青，奴婢在，去查。把世子痴傻前，尤其是他5岁到8岁这期间，身边伺候的所有人，一个不漏，全都给我查一遍。世子妃是怀孕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还有，当年负责小厨房采买和掌勺的，重点查。慢着，还有一事，务必亲自送到苏神医手上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夫君，不是让你在房里等着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哇，糖葫芦，好香好香！小心烫，刚做好的。好甜，小灵儿做的最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夫君以前没人疼你，以后我会把你缺失的甜一点点都补回来。世子妃，苏谁那边来信了，说是关于世子的事有眉目了，请您去别院一叙。小灵儿，别走，想想。要抱抱，再抱一会儿嘛。夫君乖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我去找苏神医，给你做最好吃的药膳，吃了就不疼了。那小灵儿要快点回来，墨儿会想你的。好，我办完事立刻回来陪你。世子妃，您信中所言之事，我已查阅1点。我的推测恐怕8、9不离10。苏姑娘，请讲。世子并非天生痴傻，而是中毒，且这毒多半是掺杂在日常饮食间，常年累月的喂食，饮食下毒。不错，若不能找到最开始的下毒源头，或是具体的毒引，就很难调出完全适配的解药。而且根据世子的痛感描述，这毒性极烈，早已渗入骨髓。那现在该如何是好？难道就任由毒素肆虐？自然不能。这是我特制的药油，名为透骨香。毒已入骨髓，寻常汤药难以得达，需用这药油配合特殊手法，每晚为世子推拿，借将深层的毒素逼至表层，再徐徐涂之。只要能救他，无论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。只是这穴位遍布周身，且推拿之时药力发散，世子会感到燥热难耐，甚至疼痛难忍，极易失控。这种私密之事，假手于人我不放心，只能劳烦世子妃亲力亲为了。他是我的夫君，我自当全力以赴。既如此，请世子妃记好。热乎乎的，小灵儿的手好舒服。夫君，对不起，为了救你，我必须让你再疼一次。热，小灵儿，我好热，好像有火在烧。好疼，骨头里好疼，不要了，小灵儿，不要了。夫
夫君乖，忍一忍，这是在治病，把身体里的坏东西赶跑就不疼了。夫君最勇敢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动，小灵儿别哭。到底是怎样的狠毒心肠，才会对这样一个纯善之人下此毒手？那些让你受苦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夫君真乖，很快就不疼了。我给你呼呼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夫君出了一身汗，一会儿我让人备水给你沐浴。孟环燕没这么大的本事来王府窥探，那看来是害夫君的人还想动手。二公子，世子已睡。过2日便是安顺王妃的50整寿，你就打算送这些？这也太寒酸了！那可是安顺王府，这点东西拿出手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？母亲以为我不想备厚礼吗？家中如今什么境况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能凑出这些已是不易。哎，若是当初娶进门的是孟家大小姐，光是那10里红妆的嫁妆，随便露出点指头缝里的东西，都够咱们官家吃穿不愁了，哪里至于像现在这般，连个像样的寿礼都拿不出手？笨手笨脚的东西，倒个茶都不会，还能指望你干什么？真是个丧门星！母亲息怒，是媳妇手拙。又是梦林哥，你们一个个眼里心里想的都是梦林哥，那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？哼，你们也就现在还能做做梦，用不了多久，温芷墨那个傻子就会被逐出家门，到时候梦林哥也不过是个丧家之犬，连乞丐都不如。既然你敢发帖子羞辱我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温可浩那个庶子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，一直对温芷墨虎视眈眈。如今他想除掉温芷墨，而我正好要毁了梦林哥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一世若是能跟他联手，各取所需，岂不是正好？这边的屏风换成那架松鹤延年的双面绣，寓意好，还有戏班子的单子，把那出麻姑献寿排在最里头。另外，宾客的坐标要再核对一遍，万不可出了差错。林哥啊，快歇歇，喝口茶。母妃，儿媳不累，这是儿媳分内之事。自从你嫁进来，我这心里啊，算是彻底踏实了。不光府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就连墨儿平日里最是吵闹，如今有了你，也乖智了不少，都不怎么发脾气了。是夫君本性纯善，儿媳不过是多陪陪他罢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这次寿宴交给你，母妃放100个心。前世因为孟环燕的阻挡，这场宴席我并没有参与。只知道那日之后，孟环燕在王府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想必是温可浩趁机动了手脚。这一次，我亲手操办，就是要将所有的漏洞都阻死。温可浩，你想在寿宴上动手脚，也得看我答不答应。今日去王府，你可得机灵点儿。那毕竟是安顺王府，若能攀上这层关系，对我日后的仕途大有裨益。攀关系，攀那个傻子世子有什么用？前世温芷墨可是被赶出家门，惨死街头。夫君，我知道你想往上爬，但我听说这王府的天怕是要变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世子虽占着嫡长，却是个痴傻的，反倒是那庶出的2公子温可浩，才敢过人，深得王爷器重。咱们若是押错了宝，岂不是白费功夫？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嫡庶有别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夫君若是不信，等到时候就知道了。
这一次，我不只要毁了梦灵歌，还要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小紫云，太有情了。王妃真是好福气啊，娶了这么个端庄贤淑的好儿媳。您瞧瞧，连平日里最怕生的世子爷都这般听世子妃的话，这两人站在一起，真是一对璧人。是啊，自从林哥进了门，我这心事算是了一半，默儿如今也只认他。夫人谬赞了，夫君赤子之心，待我极好，是我有福气才是。哼，装什么恩爱？不过就是愿意矮下身段哄傻子罢了。梦灵哥，你也就现在还能笑得出来，等今天之后，你一样得被踩进泥地。夫君，咱们走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姐姐今日真是风光无限啊！希望待会儿姐姐还能这么风光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今日是母妃寿宴，妹妹若是真心来祝寿的，王府自然欢迎；可若是心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算计，那我奉劝妹妹一句，这安顺王府的门槛高，小心别绊了脚。姐姐多虑了，妹妹不过是看姐姐如今风光，好心提醒一句，世事无常罢了。毕竟有些人表面看着风光，内里是个什么光景，谁又知道呢？姐姐觉得呢？是吗？那我也送妹妹一句话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有些心思若是动错了地方，最后只会反噬自身。夫君，风大了，我们进去吧，母妃还在等我们。好，我听小灵儿的。孟环燕今日这话里带刺，且一副笃定我会倒霉的样子。王府守备森严，她不可能轻易渗透进来，除非这背后有温可浩的影子。看来孟环燕这般笃定，怕是跟前世她的经历脱不开干系。既然如此，她想借寿宴联手温可浩兴风作浪，那我就见招拆招，看看我亲手置办的宴席，你们能翻出什么风浪来。好个梦灵哥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寿宴世子妃温婉贤淑，将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真乃王妃之福，世子之福啊！是啊，听说世子如今身体大好，这都是世子妃悉心照料的功劳。来，咱们敬世子妃一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她嫁个傻子都能这么风光？夫君且看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那是二公子温可浩，这二公子倒确实气度不凡，看着比那傻世子强多了。只是毕竟是个庶出，这身份上终究是差了一截。咱们贸然站队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夫君若是只盯着嫡庶之分，怕是要错过大好的前程了。今日这场寿宴就是温可浩上位的垫脚石，前世这场寿宴上，就是这个温可浩找来的神棍，断言我与温芷墨八字相称，行鹤六亲，害得我在王府受尽白眼，彻底失了王妃的欢心。今日我倒要看看梦灵哥怎么破这必死之局。母亲，今日是您大寿，儿臣特意从江南请来了一位享誉江湖的神算子，为您和王府祈福测算，希望能博母亲一笑。难为你一片孝心，既然是为王府祈福，那便传进来吧。终于来了，
梦灵哥，我看你这次怎么逃？贫道玄机子，恭祝王妃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观王妃面相，红光满面，乃是大富大贵、长寿安康之相啊！道长借你吉言。王妃容禀，贫道方才所言虽发自肺腑，但恐被人误以为是阿谀奉承之词。为了让王妃信服，也为了替王府祈得真福，贫道斗胆想先看看这满堂宾客的气运，顺道也瞧瞧这王府的风水方位。好，准了。这位夫人，家中近日可是有喜事？若贫道没算错，应当是令郎金榜题名，或者是添了人口。道长真乃神人，我家儿媳昨日刚查出有了身孕。这位大人，您印堂发亮，官禄宫隐隐有紫气东来，想必不出3日，定有升迁之喜。那就承道长吉言了。这道人真神了，连这都能算出来。是啊，看来咱们今日来祝寿，还能顺道沾沾安顺王府的福气，让这位活神仙给看看相呢。这道人看似有些本事，但所言之事大多是稍加打听便能知晓。温可浩费尽心机找他来，绝不仅仅是为了讨王妃欢喜。娘子吃，甜，真甜。咦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师何故惊疑？若是看出了什么，不妨直说。贫道不敢说啊，此事关乎王府气运，贫道若是说了，只怕要遭天谴啊。大师，您既是得道高人，自当知无不言。如今您既然看出了端倪，若是不说，岂不是眼睁睁看着我王府遭难？大师有话直说无妨，母亲最是通情达理，定不会怪罪于您。正是，大师若能为王府消灾解难，本妃重重有赏。但若是故弄玄虚，王妃恕罪，那贫道就直言了。尽管世子妃面相虽是富贵之态，但其命格奇特，竟是难得一见的白虎煞。而世子本就体弱魂缺，八字极轻，这2人的八字乃是极度的相冲，是真正的水火不容之局啊！白虎煞，那可是克夫的凶相。难怪世子病一直不见了，原来是被冲撞了。小灵儿，我好怕。你只是危及性命，贫道敢断言，不出3月，世子必会被这白虎煞气冲撞得魂飞魄散，暴毙而亡。若是再不将2人分开，安顺王府怕是要喜事变丧事了。既然这么狠，前世温可浩虽也用了这招，但也仅是说了些家门不幸、有碍气运之言，便害得我受尽冷落。可这一世，罪名竟已上升到了危及性命。如此一来，梦灵哥绝无可能像我前世那般，只是被冷落，等待他的恐怕是被直接扫地出门。哼，梦灵哥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翻身。林哥进门后，墨儿的身体分明好了许多，怎么会是相冲之举？这道人所言未必可信。闭嘴！你是坏人，不准欺负小灵儿！滚开！都滚开！哎呀！天哪！之前坊间就传言世子会发狂伤人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是啊，这眼神像是要吃人。如今有了世子妃这个煞星在侧，这疯病怕是会越来越重。墨儿别怕，我在，没人能欺负我，也没人能欺负你。墨儿虽看似发狂，却分明是为了护着林哥，且他在林哥怀里这般听话，哪里像是煞气入体的样子？道长这话怕是言过其实了。王妃请看，世子平日里虽有些痴傻，但性格温吞，如今却突然情绪失控，狂躁易怒，甚至当众行凶，这正是八字相中、煞气入体的征兆啊！若是再不决断，只怕下次伤的就是王妃您了。墨儿平日里最是怕生，今日为了林鹤竟敢当众发怒，这分明是情深意重，
怎么会是煞气入体？母亲，儿子知道您疼爱大嫂，也不愿相信这些。可大哥如今这般模样，实在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为了大哥的性命，也为了王府的安宁，您还是早做决断吧。大师，若真如你所言，是林哥身上的煞气冲撞了墨儿，致使他发狂，那为何此刻在林哥怀里，墨儿却又能如此迅速的安定下来？这岂不是自相矛盾？小灵儿，好人，我喜欢，不许欺负小灵儿。墨儿如此护着他，若是煞气，怎会有这般真情？王妃呀，这正是贫道最担心的地方。世子心智不全，最易受人摆布。这世上有一种邪术，名为迷魂蛊，只要种下此蛊，中蛊者便会对施蛊者言听计从，甚至产生极度依赖的错觉。世子此刻的乖巧，根本不是出于本心，而是因为世子妃给他下了药，让他不得不听命于他呀。下药？天哪，难道是真的？大婚那日，我曾偷偷看到姐姐手里拿着个什么奇怪的药包，鬼鬼祟祟的塞进了喜服里。当时我没敢多想，如今想来，姐姐该不会是真的给世子下了什么蛊，才引诱的世子对她这般死心塌地吧？孟环燕，你含血喷人！姐姐若没做亏心事，何必这么大反应？若是没下药，为何世子谁都不认，偏偏只认你一人？是啊，墨儿从大婚之夜起，就莫名其妙地黏着林哥。平日里他虽也孝顺，却从未与旁人有过这般亲密的举动，哪怕是我这个亲娘也不。难道真的是因为中了蛊？王妃，这几日老奴守夜，常听世子爷在房里哼哼唧唧的，喊着什么好热好疼，要亲亲，听着怪让人心疼的。不过第二日起来，世子爷又活蹦乱跳的，老奴便也没多想，只当是小两口闺房之趣。那些喊疼喊热，难道不是闺房之趣，而是林哥每晚在给他下药？墨儿，母妃问你，这几日你在房中是不是经常觉得头疼？以前的头好疼，像是有好多虫子在咬。太好，只要坐实了这是被下了蛊，孟林哥你就死定了。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。可是现在只要小梨儿揉揉就不疼了。小梨儿的手暖暖的，我最喜欢了。母妃明鉴，世子投疾并非什么鬼神之说，更非中了什么邪术，乃是因世子多年来受惊过度，心中积郁难舒，导致经络淤堵，气血不畅，这才时常感到头痛欲裂。儿媳在闺中时，曾有幸随一位艺人学过这套疏通经络的推拿之术。这几日见世子夜不安寝，痛苦难耐，儿媳心急如焚，便试着为其缓解一二，幸得上天垂怜，略有成效。儿媳一片真心为夫君诊治，只求他能少受些苦楚。若是这也能被有心之人曲解为下蛊害人，儿媳这一腔热血，当真是错付了。是母妃错怪你了，林哥，你受委屈了。大师既然能一眼看出我身上有煞气，连世子头疼都能未卜先知，那想必是道行高深，能通鬼神了。贫道自然是看出来的，你这妖女休要狡辩。好一个看出来！既然大师法力无边，那不如现在就当着母妃和中卫宾客的面，现场算一算这王府之中到底是谁在日夜诅咒，引得世子经济不安，积郁成疾；算一算这背后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，借刀杀人。大师为何不说话？方才不是还能言善辩，说得头头是道吗？怎么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，反倒成了哑巴？这天机不可泄露，贫道是在感应天意。天机？我看是心虚吧，或者是大师所谓的天机，不过是受人钱财、替人消灾的谎言。大师可要想清楚了再看。欺瞒王妃，构陷世子妃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大师若是还想抱着侥幸心，
不如先想想大理寺那108道刑具，是不是也认你这方外之人的身份？王妃饶命，世子妃饶命啊！贫道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根本没有什么煞气。世子头疼也是贫道胡诌的，不是有人教贫道这么说的。这个废物，前世不是能耐的很，现在怎么被梦灵哥几句话就吓破了胆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寿宴上兴风作浪！你还要挑拨我们婆媳关系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来人，你给我拖下去，严加审问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要让他把肚子里的坏水给我吐干净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，敢把手伸到我安顺王府来！王妃饶命，饶命啊！我错，我都错。听说安顺王府有个专门用来审问的地牢，进了那里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络出来的，不是疯了就是残了。别带我去地牢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是他，是温二公子，是他给了贫道500两银子，让贫道在寿宴上污蔑世子妃八字不详。他还说，最好能借此机会让王妃厌弃世子妃，将她赶出府去。他还给了贫道世子的生辰八字，还有世子平日里的一些生活细节，否则贫道哪里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王妃饶命啊！贫道真的只是拿钱办事，一时贪心才铸成大错，求王妃开恩啊！母妃，冤枉啊！儿子是被冤枉的，定是这道人为了脱罪，见儿子平日里好说话，便胡乱攀咬。儿子平日里最是敬重兄嫂，对大哥更是敬爱有加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、陷害兄嫂之事？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这道人陷害儿子。母妃，您一定要明察呀！是他，肯定是梦灵哥，是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出戏。他先是找人假扮道士来污蔑自己，然后再当众揭穿，最后把脏水泼到儿子身上。他是为了铲除异己，独霸王府。他是为了铲除异己，独霸王府。混账东西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林哥这些日子为了筹备这场寿宴，忙得脚不沾地，甚至还要照顾芷墨。他哪里来的闲工夫去设计这种下作的圈套，还要找人来污蔑自己？你当你母妃是老糊涂了吗？母妃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二弟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知情，是被冤枉的。那嫂嫂倒有一事不明，还请二弟解惑。方才侍卫搜身时，从那道人怀中搜出了这张写着世子平日私密习惯的纸条。二弟既然说与那道人不相识，为何这上面的字迹竟与二弟平日所书一般不二？二弟的书法乃是名家指点，笔锋独特，这府里上下谁人不知？难道这也是嫂嫂能模仿得来的吗？温可浩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自问从未苛待过你，没想到你竟然养出了这般狼子野心，连自己的亲兄长都要算计。母妃，够了，我不听你解释。来人，把二公子带下去，请家法。打完之后，关进祠堂反省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二弟的事算是清楚了。那妹妹方才信誓旦旦地说，亲眼看见我给世子下蛊，这又作何解释？妹妹可是能拿出什么证据来？姐姐，是我记错了，我可能是这几日太操劳了，眼花了，看错了。哼，对，是我看错了。哦，看错了。妹妹这一句看错了，差点让姐姐背上妖女的骂名，差点让王府家宅不宁。妹妹这眼神可真是不好的紧啊。既然眼神不好，脑子也不清楚，以后就少出来丢人现眼。今日是我的寿宴，若再有人敢在这儿兴风作浪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，还燕知错了。王妃，姐姐，还燕身体不适，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退。孟林哥，你这个贱人，凭什么你嫁给一个傻子，还能过得这么风光？有王妃护着，有傻子宠着，手里还握着掌家大权。明明
是你该倒霉的，明明是你该去官家受苦的。这泼天的富贵本该是我的，老天爷真是不长眼！既然让我重生，为什么还要让你过得比我好？我不甘心，我绝不甘心！既然我在地狱里挣扎，那你也别想在云端享福。刚才在宴会上，温可浩那个蠢货虽然被揭穿了，但他对梦灵哥和温芷墨的恨意绝对是真的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只要能把梦灵哥拉下来，跟谁合作都一样。温可浩，看来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了。梦灵哥，温芷墨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今日之辱我温可浩记下了。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踩在脚下，让你们生不如死。谁在那儿？二公子好大的火气啊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在房里歇着，却躲在这里发狠，这又是何苦呢？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王府守卫森严，你竟敢擅闯！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把你抓起来？抓我？二公子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抓我？况且我是来帮你的，二公子舍得抓我吗？帮我？我不认识你，也不需要你帮，滚！二公子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但我认识二公子。我知道二公子今日在寿宴上受了委屈，更知道二公子心中有多恨那世子和世子妃。你在偷听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梦灵哥的妹妹梦环燕，但我更是那个恨不得她死的人。梦灵哥的妹妹，原来是一丘之貉。怎么，你姐姐赢了，你这个做妹妹的特意跑来向我炫耀？炫耀？二公子误会了，我说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二公子不信我也正常。不过二公子前些日子是不是私下里见过一位姓李的大人，还许诺了他不少好处？你到底是谁？这种事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二公子一直在找机会除掉世子，好取而代之。可惜啊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梦灵哥死，温芷墨死，只要他们死了，你做你的世子，我解我的心头之恨，各取所需，岂不快哉？空口无凭，我凭什么信你能帮我？就凭我知道一个绝佳的动手时机。什么时机？过不了几日，王妃便会因为心悸多梦，动念去寒山寺祈福。那寒山寺地处偏远，后山更是人迹罕至。若是世子在那里出了什么意外，寒山寺，母妃从未提起过要去寒山寺，你又是如何得知的？我说过，我有我的消息来源。二公子若是不信，大可再等几日，等到王妃真的提起此事，二公子再信我也不迟。只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二公子最好提前做好准备。嬷嬷，这几日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是心悸得厉害，夜里也睡不安稳，一闭眼就梦见当年。王妃这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世子如今有世子妃照顾着，一切都好，您就别太忧心了。虽如此，可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我想着，许是菩萨在点化我。过几日，我想去寒山寺烧香还愿，顺便为芷墨祈福，希望能保佑他平平安安的。去寺里拜拜也好，求个心安。老奴这就去安排。不急，你去把林哥叫来，我想听听他的意思。这孩子心细，有他在，我也能放心些。是，老奴这就去请世子妃。世子妃，王妃身边的嬷嬷来了，说王妃请您过去一趟。母妃身子不适，嬷嬷说王妃这几日心悸多梦，想去寒山寺祈福，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寒山寺，前世母妃便是在这个时候去了寒山寺祈福，回来后便莫名生了一场重病，身体每况愈下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温可浩趁机夺权，一步步掌控了王府。难道前世母妃的病并非偶然？这寒山寺之行，分明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。如果我不阻止，悲剧就会重演；但如果我只是单纯阻止，不仅治标不治本，还可能打草惊蛇。既然他们想利用寒山寺动手，那我何不将计就计？去，把苏神医请来，就说我有10万火急之事，请他务必随我一同去见母妃。是。林哥，这位是母妃，这位是苏乐言苏大夫，医术精湛。儿媳今日带他来，是有件天大的事，必须告知母妃。母妃，您想去寒山寺祈福，儿媳本该赞同，
但在此之前，您必须知道一个真相：芷墨的痴傻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他是被人下了毒。你说什么？中毒？中毒？这怎么可能？苏大夫，你会不会是诊错了？王妃，草民行医多年，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世子脉象看似平稳，实则内里虚浮，且舌苔隐有青紫，正是中了慢性毒药醉梦散的征兆。王妃，您没事吧？我的墨儿，怎么命这么苦？母妃，您先别急。儿媳听说，当年世子也是去了一趟寒山寺后才受惊变傻的。您仔细想想，当年在寒山寺可有什么异常之处？寒山寺，当年慢点儿，姐姐，这是妾身亲手做的桃花糕，用了这后山的新鲜桃花，您尝尝。味道确实不错，清甜不腻。世子跑累了吧？来，尝尝姨娘做的糕点。好吃，还要。那天，墨儿除了斋饭，就只吃了陈侧妃做的桃花糕。难道是那糕点有问题？若是糕点有毒，王妃您也吃了，为何没事？是啊，我也吃了，其他的丫鬟婆子也分食了，都没事。难道不是糕点？有些毒物单吃无毒，甚至还是补品，但若是遇上了特定的药引，瞬间便会化为剧毒。或许那糕点本身无毒，但若是在那寒山寺中，有人事先布置了什么能引发毒性的香料，或者是世子之后又接触了什么，不管是不是他，这次去寒山寺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母妃说的对，这次寒山寺之行，或许就是揭开这一切的最佳时机。这是我特制的百草丹，服下后可百毒不侵，你们在去之前务必服下。还有这个香囊，里面的草药遇到毒气会变色，可用来防身验毒。多谢苏神医。二公子，王妃那边传下话来，说是3日后启程去寒山寺祈福，让各房都准备一下。该死的官家，该死的洗不完的衣服，想要梦华宴前世好歹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如今却要受这种罪。不过快了，只要夫君能飞黄腾达，我也能做诰命夫人。到时候这些苦都值得了。娘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今日在朝堂上搭上了李大人的线，李大人对我颇为赏识，言语间有一提拔，只要我能帮他办成那件事，升官发财指日可待。到时候定为你挣个诰命夫人回来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娘家。真的？夫君，我就知道你定非池中之物。没错，夫君是有才华的，不像温芷中那个傻子。只要再忍忍，等夫君升了官，我要让孟灵娥那个贱人跪在我脚下给我洗脚。王爷，衣服洗完了没有？整天磨磨蹭蹭的，想饿死我老婆子啊！赶紧去买菜，今日要有鱼有肉，盐要补身子。知道了，婆婆，这就去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也要买这些。不，我要买比这些更好的。啊！没长眼睛啊！救命！杀人了！闭嘴！原来是二公子，这请人的方式还真是特别。别废话，你的消息确实灵通，母妃真的要去寒山寺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信我没错。二公子既然信了，那我们的合作继续。这次我要让温芷间那个傻子彻底回不来。光是温芷墨回不来怎么够？我要让孟林哥那个贱人也一起死。夫君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苏神医特制的糖丸。糖丸？小灵儿，墨儿要吃。现在还不能吃哦，这颗糖丸有灵气，要等到明天晚上才能吃。明天晚上？夫君把它藏好，千万不能被别人看见，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。等到明天晚上，夫君再偷偷把它吃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听小棉儿的，我把它藏起来，谁也不给看。
这么赶着到寒山寺来，果然有诈。既然你不安好心，那这一路上也别想好过。夫君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没有呀，只要跟小灵儿在一起，墨儿就很开心。还怕他触景生情，想起当年受检的事，看他没事就好。可浩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般难看。那该死的马夫，这一路上不好好驾车，专门往坑洼的地方走。山路本就颠簸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想必是你身上有伤，所以感觉格外明显吧？忍忍便是。佛门禁地，莫要喧哗。是，莫非教训的是？但愿佛祖保佑，能让我夫君平安顺累，度过此劫。咦，怎么不见陈侧妃？是啊，方才还在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回世子妃，侧妃娘娘说，见这山上在桃花开得好，一时兴起，去小厨房做点心了。姐姐，世子妃，妾身见这桃花开得极艳，便借了寺里的厨房，做了些桂花桃花糕，大家尝尝鲜。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，齿颊间尽是桃花的清香。陈侧妃这手艺确实是越发精进了。姐姐谬赞了，妾身只是想着难得大家出来散心，做点小食助助兴罢了。莫非还真是要用之前手段？若真如此，这倒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正好趁此查明当年沈墨中毒的真相。况且我们来之前都已服下了苏乐莹特制的百草丹，这糕点就算真有什么猫腻，吃下去也不会有事。不要不要，走开！苦的，这是苦的，墨儿不要吃，吃了肚疼，好疼好疼的。世子这是怎么了？这糕点里妾身放了许多蜂蜜和饴糖，明明是甜的呀，怎么会苦呢？瞧妾身这记性，这些年世子深居简出，妾身也是世子的口味都可味了。侧妃娘娘见谅，夫君自幼便对这种颜色鲜艳的糕点有阴影，平日里是一口都不沾的。刚才许是想起了以前不愉快的经历，有些失态了，惊扰了大家。罢了，既然墨儿不喜欢，那就不吃了。侧妃也是一片好心，没想到这一层。是，姐姐说的是。既然世子不喜欢，那便罢了。这陈侧妃平日里吃斋念佛，装的一副不争不抢的慈悲模样，如今看来不过是咬人的狗不叫罢了。温可浩已经失信于王妃，要想夺权，这对母子难保不会在今晚狗急痛抢。还好苏神医未雨绸缪，既然你们想演戏，那我就陪你们演到底。今晚就让我们来看看，到底是谁给谁下套。奇怪，真是奇怪。怎么了？可是验出了什么？今日在堂间，众人都吃了这糕点却无事，如今我验了这残渣，里面也只有些寻常的面粉、桃花蜜糖之类，并无任何毒物反应。绝不可能！陈侧妃那个人，平日里恨不得我们这一房出尽洋相，今日却那般殷勤的送糕点，甚至还特意递给芷亨。若说这其中没有猫腻，我是万万不信的。芷墨当年的反应那般剧烈，定是身体记述了那种痛苦。这糕点绝对是引子。
那便只有一种可能了。我先前同世子妃提过，世间药物相生相克，或许这糕点本身确实无毒，但若是与某些特定的香料、花草，甚至是另一种药物同用，便会瞬间产生剧毒。药引，不错，或者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步试探，用来麻痹我们的警惕心。真正的杀招还在后头。既然他们费尽心机，没有直接把毒下在这里面，那么今晚必然还有后招。这是寒山寺，他们以为我们放松了警惕，正好方便下手。小灵儿，困，要睡觉觉。夫君，还记得娘子给你的糖丸吗？记得，小灵儿给的，莫一直收着呢。真乖，把它吃了，吃了就可以好好睡觉了。夫君乖，先睡吧，今晚娘子守着你，哪里也不去。小灵儿也睡，一起睡。好，娘子陪着你。世子妃放心，我也在隔壁守着，若有动静，我定能第一时间察觉。多谢苏神医。梦灵哥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逃？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大礼，你就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。既然孟二小姐要跟我合作，那温某倒想洗耳恭听。对于如何对付我那好大哥和大嫂，你究竟有何高见？高见谈不上，不过是看透了一些事。世子疯傻多年，王府里请了无数名医，太医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却始终查不出半点缘由，只说是天意。但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天意？这背后一直没被查出来，恐怕是跟二公子脱不了干系。二公子不必紧张，我既然敢说，就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故技重施。先前世子就是在寒山寺变傻的，这次他们又要去寒山寺祈福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二公子既然能做第一次，肯定有办法做第二次。数年前他们发现不了，如今时过境迁，也不见得能看出来。反正这王府里挡二公子路的只有世子，而挡我路的只有一个梦灵哥。如今他们夫妻一体，只要再解决一个王妃，这王府天不就彻底变了吗？孟家姐妹向来诡计多端，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他们联手给我设的局？若是真信了他，把底牌全露了。这女人疯癫成性，正好可以利用一番。事成之后，弃了便是。这东西只需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悄悄吹进房中即可。这当真能行？急什么，孟二小姐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吸入之后，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陷入无尽的梦里。等明日醒来，中毒者便会如受了惊吓般高烧不退，大病一场。表面看起来不过是心悸受惊，邪气入体罢了。即便请来最厉害的太医，也查不出半点人为的问题。孟二小姐只需知道它好用便是。有些事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温可浩那个胆小鬼，做事总是这样畏首畏尾，难怪这么多年也只能当个二公子。竟然只敢用这种不痛不痒的慢性毒，指望把人慢慢磨死，真是笑。温芷墨傻了这么多年，这偌大的安顺王府还没落到他手里，看来也是个没用的。但我可没那个闲工夫陪你，斩草就要除根。我特意跑了趟黑市，花重金买了那见血封喉的禁药，亲手在那主管里加了猛料。梦灵哥，这一次我要让你直接惨死在这佛门禁地。至于温芷墨那个傻子，反正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活着也是浪费王府的口粮，
死了正好给梦林哥陪葬，也算全了你们这夫妻一场的情分。说来也巧，关义安最近也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，这几日春风得意的紧，家里竟然凭空添了不少大笔银钱，连带着对我这个状元夫人也大方了不少。若不是有这笔来路不明的横财，我还真买不起黑库里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禁药。看来关义安是真的时来运转了。只要梦林哥一死，这京城里还有谁能压得住我？到时候义安平步青云，位极人臣，我的诰命夫人福至，想必也不会远了。梦林哥，你就安心去当你的孤魂野鬼吧。这破天的富贵和荣耀，终究只能属于我梦环燕一个人。若是生在寻常人家，你也不必遭这些罪。既然我嫁进了王府，便绝不会让任何人再伤你分毫。若非苏神医提前备下这试毒的香囊，今夜恐怕真要着了当。这毒性极烈，且混合了迷药成分，一旦吸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来他们是按耐不住，想要下死手了。苏神医，纸墨这边就交给你照看，我去就来。世子妃放心，有我在，定护世子周全，万事小心。别打草惊蛇，我要看看他背后究竟是人是鬼。你确定你那边成了？没留下什么尾巴？放心吧，不仅成了，我还足足吹了一整管。别说那个傻子，就是梦林哥那个贱人，这次也得把命留下。我不是说了，只让他们大病一场即可吗？惊动了官府，怕什么？等他们一死，王妃那个老太婆受刺激，肯定也活不长。到时候这偌大的安顺王府，还不就是二公子的囊中之物？囊中之物。好，好！若真能如此，待我大权在握，本世子，哦不，本王定不会亏待你。没想到孟环燕竟然能和温可浩搭上线，狼狈为奸。既然你们如此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听说了吗？后山那边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动静，连住持都被惊动了。嘘，小声点。说是有人竟在佛门清净之地行那苟且之事，被巡夜的师兄当场撞见了。外面这是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还有没有点佛门清净地的样子？王妃，不好了！听说是后山那边有人行苟且之事，被巡夜的僧人当场撞破了，闹得不可开交。竟有这等荒唐事，在这寒山寺里？是啊，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说是不堪入目，连带着咱们这边的禅房都被惊动了。偏偏是在今晚，这也未免太巧了些。该死！也就是给万公公送礼的最后期限了。这笔钱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升迁的事就全完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那银子到底放哪儿了？娘，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我就放在书房最隐秘的暗壳里，那锁只有我和环燕有钥匙，除了我们俩，鬼都不知道到那个位置。哎呦，那就是这个败家娘们拿的，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外跑，连个家
都不顾。娘，还燕她也许只是拿去急用。急用，指不定是卷了钱准备跟人私奔呢。我说怎么这2天不见人影，原来是早就盘算好了。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有人传信来说看到夫人昨夜去了寒山寺后山寺事去私会外男了。说什么？最近忙于公务，没工夫管他。偷钱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给我戴绿帽子！若这事传扬出去，我这刚到手的乌纱帽还戴得稳吗？我的儿啊，你可不能饶了他！饶了他，打死他都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我关家世代清白，岂能容他如此玷污门楣？来人，备马，点几个家丁跟我去寒山寺。孟环燕，若是此事为真，我定要休了你这荡妇，以保全我的名声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这么晚了，何事如此惊慌？母妃，儿媳有罪，深夜惊扰母妃，只是事关重大，儿媳不敢隐瞒。这温可浩他真敢！当年害了墨儿还不够，如今竟还想赶尽杀绝。走，随我去看看这逆子。今夜我绝不轻饶了他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，快走！孟环燕，是不是你走漏了风声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会这样？二弟，这么晚了，不在房中安息，跑到这荒郊野岭来做什么？大嫂这话问得好笑，我不过是闲来无事，出来赏月罢了。倒是大嫂带这么多人围着我，意欲何为？莫非是想对我不利？赏月？二弟好雅兴，只是不知这赏月为何要躲在废弃的禅房里，又为何要与我的好妹妹在一起？这孤男寡女深更半夜传出去，怕是不……温可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嫂这话说的，我与二少夫人乃是姻亲，偶遇聊上几句家常，又有何不可？倒是大嫂如此大动干戈，倒像是特意来捉奸一般，传出去怕是有损王府颜面。若是惊动了父皇，大嫂也不好交代吧？世子妃，关大人到了。哦，妹夫竟然也来了，这可真是巧了。看来今日这寒山寺还真是热闹非凡啊！贱人！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让你过好日子，你竟敢背着我跑到这荒郊野岭来偷汉子！今日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夫君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偷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没有？那你大半夜的跟他看月亮不成？你当我瞎了吗？怎么办？若是说出实情，那就是谋害世子的大罪。可若是不说，这偷人的罪名，妹夫先别急着动手。依我看，妹妹说的或许是实话。对，大姐，你快帮我解释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夫君的事。既然不是偷汉子，那你们躲在这里鬼鬼祟祟，莫不是在商量怎么下毒？你胡说！什么下毒？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大姐，你不能因为抓不到奸夫，就往我身上泼这种脏水。听不懂？那妹妹可认得此物？
这香囊原本是淡黄色，如今却变得乌紫发黑。妹妹还要狡辩吗？一个破香囊能证明什么？说不定是你自己染了色，跑来陷害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苏神医，有劳了。这不是那位在城西义诊的苏神医吗？听说他医术高明，活人无数，简直是活菩萨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上次我娘多年的顽疾，就是吃了他几贴药治好的。苏神医的话，那肯定错不了。是啊。诸位，这香囊乃是我特制的验毒囊，内含数十种对毒物极为敏感的珍稀药材。平日里它只是普通香囊，可一旦遇到剧毒之物，便会立刻变色示警，且毒性越烈，颜色越深。此毒极其霸道，无色无味，若是通过呼吸吸入，轻则大病一场，元气大伤，重则立时毙命，神仙难救。这香囊正是世子妃从她与世子的卧房中带出来的。若非世子妃早有防备，恐怕今晚安顺王府就要办丧事了。天哪！竟然对自己亲姐姐和姐夫下这种毒手，真是最毒妇人心啊！看着长得人模人样的，还是个官太太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，这可是谋杀亲夫的大罪啊！不是我，是他，是梦林哥自己把毒药放进去陷害我的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陷害，好啊。既然妹妹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咱们就移步去我的禅房看一看。为了防贼，我特意在窗下撒了些显影粉，只要有人踩上去，便会留下痕迹，3日不散。当朝女子的绣鞋，鞋底多有标花，每家的样式都不尽相同。妹妹脚上这双，乃是京城锦绣坊的定制款。鞋底刻有兰花纹样，整个京城统共也没几双。除了脚印，这里还有被踩碎的竹管，以及窗户纸上那个用来吹毒烟的小孔。果然是西域剧毒梦魇散，与香囊上所验之毒完全一致。物证在此，妹妹还要狡辩吗？如果你自称无辜，敢不敢上前验一验，看看你这鞋底、这衣袖上有没有沾染毒粉？我……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。幸好老子留了一手，没把底全露给他，否则今日非得被他拖下水不可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毒妇不仅给我戴了绿帽子，还成了杀人犯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关家世代清流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。我的仕途，我的前程，全都要被这个贱人毁了。毒妇，你竟真的做出这种丧尽天良之事！我关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娶了你这么个祸害进门？王妃娘娘，世子妃，下官教其无方，出了这等恶妇，下官实在是无地自容。但此事，下官毫不知情，全是这毒妇一人所为，还请王妃娘娘明察。下官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官家绝对没有参与此事。残害皇室血脉，乃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本妃已经派人去请大理寺卿了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国法公颁。大理寺不行，若是进了大理寺，这毒妇做的事就全抖露出去了。到时候我关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我的仕途岂不是要彻底毁了？绝不能让他落到大理寺手里，至少得先让我把家里的丑事压下来。王妃娘娘，这毒妇既然已是官家人，下官恳请娘娘准许下官将其带回家中，先行执行家法，再重交大理寺，以正家风。下官定会给王府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这关逸仙向来凉薄，怎会突然要争这个处置权？怕是为了掩盖什么丑事吧？况且家中近日失窃了大量财物，下官怀疑也是这毒妇所为，必须严加审问，追回赃款。这女人不仅下毒害人，还偷家里钱，真是坏事做尽了。娶了这样的媳妇儿，这关大人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这种毒妇就该进猪笼，关大人还是太心善了，还要带回去家法处置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依关大人所言。不过大理寺的人随后就到，关大人处置完家事，记得把人交出来，若少了半根汗毛，唯你是问。谢王妃娘娘恩典，谢王妃娘娘体恤。落到关逸贤手里，孟环燕这回怕是要生不如死。不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我不走，我不要跟他回去。我争，我全都争。你胡说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不认识你。我不放！这毒药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，是温二公子，是温可浩，是他给了我主管，是他教我怎么用的，是他说只要除掉孟林哥和世子，这王府就是他的，到时候许我一体诰命。二嫂，你若是想拉个垫背的，也别乱咬人。我温可浩行得正，坐得端。你说我给你毒药，证据呢？你明明这主管随处可见，你说是我给你的，难道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不成？至于你说我许你诰命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我乃王府庶子，哪来的本事许你这些？二弟这嘴皮子功夫倒是厉害，不过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是王府近日的采买账册，上面清清楚楚的记着，二弟你名下的院子最近可是购入了大量的安魂草。那又如何？我近日睡眠不佳，买些安魂草助眠，难道这也犯法？买安魂草自然不犯法。苏大夫，劳烦您给大伙讲讲，这安魂草若是单独用，是何功效？安魂草性温，味甘，却是安神助背的良药，常用于治疗心悸失眠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补品。大嫂，你拿着补品当毒药，未免太可笑了吧？二弟别急，苏大夫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但若是这安魂草与另一种药物引梦香混合使用，再辅以这寒山寺特有的苦竹气息，便不再是良药，而是杀人不见血的剧毒。你胡说八道！什么引梦香？我根本不知道。二公子不知道没关系，但这主管里残留的粉末，经我查验，正是引梦香。此毒极为阴损，中毒者初时只会觉得困倦多梦，渐渐的便会陷入梦魇，神情恍惚，仿佛受了惊吓一般。若长期吸入，受惊一并不起事小，严重者甚至会损伤心智，变得痴傻。痴傻？那不就是……天哪！难道世子当年的病也是因为这个？该死！这女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当年的事情明明做得天衣无缝。二弟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都是巧合，或者是这个庸医信口雌黄。坏人，他是坏人。以前他也给墨儿吃过苦苦的草，墨儿吃了就睡觉觉，做噩梦，好可怕。畜生！我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狼子野心，害了墨儿还不算，如今还要害林哥。母妃，我……住口！你不配叫我母妃。来人，将这谋害兄嫂、心肠歹毒之人拿下！放开我！我是二公子，你们敢动我？二公子，从今日起，安顺王府再无你这号人物。
方才苏大夫查验过，今日晚膳时那盘桃花糕里便掺了大量的安魂草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为了这王府的权势，竟能想出如此周全、如此阴毒的法子。若非林哥警醒，墨儿今日怕是又要遭了你们的毒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忍心，我就这样输得一败涂地。只要逃出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回到京城，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传我命令，温可浩谋害兄长，心术不正，即刻起逐出宗族，从族谱除名，将其扭送官府，一律严办。不，母妃，母妃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父王的儿子，我是庶长子啊！今日家门不幸，让诸位见笑了，扰了佛门清净。改日王府定当重修金身，以赎过过。世子妃，既然毒源已清，我这便回去研究解药，定能助世子恢复神智。有劳苏大夫了。还不起来？嫌丢人丢的还不够吗？夫君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救你？你知道为了买通万公公我花了多少心思？你知道我为了这个机会赔了多少笑脸吗？万公公，那笔钱本来是准备用来孝敬万公公，给我谋个好前程的。如今倒好，被你偷拿去买了这老虎子毒药，还落得如此下场。不仅钱没了，我的脸也被你丢尽了。既然这钱是你拿的，那这个窟窿自然得由你去补。我官家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没钱。我哪里有钱补？我的嫁妆都被你拿去打点了。没钱？万公公可是最喜欢美人的。反正你今日在这荒郊野岭跟温可浩那厮拉拉扯扯，早已只是不干不净。既然身子已经脏了，倒不如废物利用，去伺候伺候万公公，说不定还能替我换个前程回来。若是把万公公伺候好了，我也能留你一条贱命。那个在宫中只手遮天的老太监，传闻她虽是阉人，心里却早已扭曲，极好折磨女色。落入她手中的女子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，据说都被玩弄得不成人形，死状凄惨。去那里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我不去，观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那是火坑啊，那是吃人的魔窟！你要我去伺候那个变态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！小声点，这泼妇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官家的丑事吗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我偷拿嫁妆，我不惜去杀人，都是为了你的仕途，为了让你能当上宰相，为了你的青云路，我什么脏事烂事都做了。你现在为了讨好一个阉人，就要把我送去送死？关一寒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闭嘴！什么为了我？分明是你自己贪婪恶毒，是你自己想当诰命夫人，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！
这就那状元郎，怎么看着这般刻薄，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要送人？听说那妇人为了他还去害人呢，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两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些贱民竟敢如此议论我，真是奇耻大辱！贱人，给我闭嘴！哭，就知道哭！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要你何用？若是耽误了我读书，我便休了你！丧门星，还不快干活！养你不如养条狗！叶安，求求你了，让我进去吧！那股寒意，前世的种种，就像噩梦一样，怎么也忘不掉。娘子，手凉，呼呼就不冷了。小灵儿别怕，坏人都被打跑了，顺儿保护你，谁也不能欺负小灵儿。我不怕，有夫君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一世，我也不会再任人欺负了。关羽，你敢打我？你以为你们关家是什么好东西？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就是所谓的状元郎，表面上清高，背地里却是个靠女人养活的软饭男。你闭嘴！疯妇，简直是疯妇！你那个娘更是个老千婆，每日里逼着我倒夜香、洗臭袜子，连口热乎饭都不给我吃，还说什么媳妇熬成婆，简直就是变态！你们关家就是个吃人不动骨头的地方。来人，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回去，堵上嘴！林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机警，这鹌鹑王府怕是真要变天了。母妃言重了，这是儿媳分内之事。折腾了一宿，总算是能安生吃顿饭了。这寒山寺是我当年的伤心地，墨儿便是在此处受教便吃。我这些年一直不敢面对，如今这一切因果在此了结，倒也算是个圆满。母妃宽心，往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是啊，待会儿我想去大殿独自拜拜菩萨，去这一身的晦气，求个平安。林哥，你就不用陪我了，带着墨儿在附近逛逛吧。这后山的桃花开得正艳，这孩子以前最喜欢桃花了。桃花，我要看桃花，我要跟小灵儿一起去看桃花，只要小灵儿。哎呦，瞧瞧这孩子，真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喽，眼里就只有你小灵儿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后山走走，好好看看桃花。芷墨，怎么了？这山路不好走吗？还是累了？墨儿不累，墨儿在看有没有坏人。这里是寒山寺后山，没有坏人的。不行，墨儿要保护小灵儿，不能让坏人欺负你。昨天那个坏女人好凶，墨儿怕她再来。可是昨天的小灵儿好厉害，把坏人都打跑了。墨儿好像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会躲在小灵儿身后。墨儿是不是很没用？怎么会呢？夫君帮了大忙了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夫君。真的吗？小灵儿不骗墨儿？当然是真的。如果不是夫君聪明，鼻子灵，闻出了那桃花膏不对劲，没有吃那个有毒的点心，之前我说不定早就中招了，也不会想到点心会有问题。是夫君救了我，也救了你自己，所以夫君一点都不没用，反而是我的大英雄。大英雄，墨儿是大英雄。对，大英雄。而且夫君这么厉害，等病好了，一定比现在更厉害，到时候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要当大英雄，
保护小灵儿一辈子。这么美的花，本该是赏心悦目的，没想到竟差点成了害人的工具。那毒药混在这花香里，当真是杀人于无形。桃花坞，阳光，还有人在跑，是谁在喊？好害怕！这里好像来过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这里的环境刺激到了他，触动了深处的记忆？看着他这么痛苦，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想不起来就别想了，头疼就不想了。我们不想了，好不好？要想，一定要想，好想。他这么痛苦，定是想起了当年中毒的旧事，那段记忆对他来说太沉重了。我不该带他来这里。好了好了，想不起来就别想了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忘掉也没关系的。我们不想了，好不好？要想，一定要想，好想，很重要。对我很重要，我不能忘，绝对不能忘。好像丢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，我要找回来。不能让他继续钻牛角尖了，越想只会越疼，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这景致好熟悉，虽然当年的记忆模糊了，但这片桃林的气息仿佛刻在骨子里一般，带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芷墨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大概也是这么大，爹娘曾带我来过这寒山寺进香。那时候我很调皮，觉得大殿里的诵经声太无聊，就趁着大人不注意，一个人偷偷溜到了这后山玩。那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，为什么我觉得那里应该埋着什么东西？结果我跑着跑着就迷路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四周都是树影，风一吹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就像是有无数只鬼怪在张牙舞爪。我吓得哇哇大哭。那时候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要被狼叼走了。那种无助和恐惧，我现在都还记得。哥哥在。这句话好熟悉。那时候我正哭得伤心，有个小鸽子这么安慰我的。忽然听见草丛里有动静，以为是野兽，吓得闭眼不敢喘气。你是谁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鼻子？我迷路了，会有狼要把我叼走。别怕，没有狼，就算有狼，我也会把它打跑的。我是大英雄。诺，给你吃，这是最好吃的桂花糕，吃了就不哭了。真好吃。那是一块桂花糕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，好甜啊，甜到了心里。树，大树。芷墨，慢点，芷墨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芷墨，怎么了？芷墨，你在做什么？地上脏，快起来！这土里有什么好玩的？咱们回去洗手好不好？听话。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给妹妹的，给妹妹的，给妹妹的。当年我和那个小哥哥吃完桂花糕后，也是在这棵树下，我把自己的银簪和他的玉佩一起埋在了这里。这棵树的位置，这挖土的动作，难道芷墨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哥哥？怎么可能？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。好，我们一起找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娘子，看，给你的。这个盒子，难道真的是？真的是他。
这是我当年亲手刻上去的。看，这是哥哥，这是妹妹。哥哥牵着妹妹，这样你就不会怕了。那我要在妹妹身上刻上名字，这样哥哥就不会认错人了。我们把它们埋在这里，等我们长大了再一起来挖出来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拉钩。是你，竟然真的是你。哥哥保护妹妹，不哭。原来是你，竟然是你。娘子，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去打他。娘子不哭，呼呼，痛痛飞走。傻瓜，你真是个傻瓜。怪不得新婚之夜他虽然神志不清，却本能的亲近我，护着我。怪不得前世我落魄街头时，他明明与我只是萍水相逢，却会给我买糖葫芦哄我开心。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当年我们光顾着玩，走得匆忙，连名字都没来得及互通。那段记忆太久远了，久远到如果不是今日触景生情，我都快要忘记了。可你哪怕神志不清，哪怕忘记了全世界，却依然记得这个承诺。当年那么聪明灵慧的人，却被陷害成这样。上天让我重生，让我嫁给你，不仅是让我报仇，更是让我来偿还这份深情，让我来守护你。芷墨，你听我说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一定会治好你的病。我要让你记起所有的事情，我要那个完整的你回来。治好病？对，治好病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，真正的保护我了。拉钩10000年也不许变。好，我要治病，我要健康起来，我要保护小灵儿。走吧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回家？拿着泥人回家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可是遇见什么危险了？母妃莫慌，我们没事，只是去后山寻了些旧物。这是泥娃娃。母妃可还记得，儿媳曾提过幼时来过寒山寺。那时儿媳迷路，是一个小哥哥陪着儿媳，还一起捏了这2个泥人。你是说，那个孩子是芷墨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这缘分竟是早就注定的。难怪芷墨独独对你亲近依赖。母妃不哭，母妃是好人，不哭。母妃，儿媳有个不情之请，儿媳想在寒山寺多住些时日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有什么话坐着说。此处清静，适合芷墨休养。后山是我们缘起之地，也方便苏大夫取材制药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不想放弃。好孩子，难为你一片苦心，都依你。天大的事，也没有芷墨身子重要。谢母妃成全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小灵儿，花花好看，像你。芷墨若是喜欢，以后我们种好多好多桃花，好不好？好，种桃花，和小灵儿一起。
又失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双生煞毒性复杂，沉积多年深入骨髓，药量把控稍有不慎，便会伤及世子性命。苏姑娘，世子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乱了，别脏了你的鞋。苏姑娘，先喝汤歇歇，欲速则不达，这毒本就难解，我信你。多谢世子妃体谅。其实这解药并非全无头绪，只是……世子妃，我不瞒你，这解药的配方我已经有了眉目，主药也都齐备，唯独缺了一味关键的药引来中和毒性。什么药引？缺什么？苏姑娘，你尽管说，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只要能治好夫君，我们也一定想办法弄来。不是什么稀世珍宝，也不是什么皇宫贡品，而是一味名为七叶紫心草的草药。七叶紫心草，我从未听说过此物。此草极为罕见，只生长在极辛极寒之地，且10年才开一次花，花期极短，只有短短3日。若非此时正值花期，就算找到了也无用。我翻阅了寒山寺的寺志，这后山的深处曾有采药人见过此草，但那地方地势险陷，名为鬼愁崖，常有野兽出没，且终年云雾缭绕，极难寻找。只要这山里有，我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。世子妃，你要亲自去，万万不可，那里太危险了，还是派护卫去吧。护卫不识药性，若是找错了，或是错过了花期，芷墨就没救了。而且，这是芷墨唯一的生机，我不放心交给任何人。苏姑娘，你把那草药的样子画给我，再告诉我采摘的注意事项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好，既然世子妃心意已决，那我便不再阻拦。但这草药娇贵，采摘时需用玉铲，且离土后需立即放入玉盒中保存，否则药性力散。芷墨，等我回来，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世子妃，前面的路断了，只能从这边的岩壁爬上去。芷墨还在等我，我一定得把东西找到。难道真的找不到了吗？老天爷，你既然让我重生，为何又要这般折磨他？小灵儿，芷墨，你怎么来了？
小灵儿坏，去危险的地方不带植物，丢下植物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是怕你受伤。植物不怕，植物要保护小灵儿。好，我们一起找。叶紫心草，危险，我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小灵儿受伤了，手疼。芷墨力气大，芷墨去。抓到了，小灵儿抓到了。傻瓜，你这个傻瓜！不哭不哭，小灵儿不哭，药拿到了，芷墨乖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事了？王妃莫急，世子吉人自有天相，世子妃又是个有主意的，定会平安归来的。回来了，你们这两个冤家，真是要急死我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行什么礼？东西拿回来了吗？幸不辱命，母妃，这次多亏了夫君，是他亲手采到的。母妃看，花花，救命的花花！好孩子，都是好孩子。王妃、世子妃放心，有了这药引，我今晚定能制出解药。苏姑娘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天快亮了，芷墨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成了，世子妃，解药成了，真的成了。幸不辱命，只要喝下这碗药，世子的毒便可解了。娘子，那个看起来好痛。芷墨，别怕，这药确实很苦，喝下去可能还会很难受。但是苏大夫说了，只有喝了它，你脑子里那些迷雾才会散开。迷雾散开，就能想起以前的事了吗？就能保护娘子了吗？对，喝了它，你就能变回那个完整的温芷墨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再也不用分开了。你愿意相信我，试一试吗？只要是娘子让我喝的，我就喝。我不怕苦，我只怕忘了娘子。张嘴。甜的，有娘子在就不苦。我在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芷墨，头好痛！芷墨，别碰他，这是药力在逼毒，若是现在打断，前功尽弃。芷墨，别抓自己。放开，会伤到你，走开。我不走。温芷墨，你看着我，我是林哥，
你说过不怕苦，说过要保护我，这点痛算什么？你给我挺住！小灵儿，就是现在，世子妃，稳住他的心神。我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。娘子，痛！黑屋子，别打我！快来人按住他！他这样乱动，针根本扎不下去。若偏了一分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没事了，芷墨，没事了。看清楚，是我是你的灵哥。对，就这样，抓紧我，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阎王爷也不行。乖，让苏大夫扎针，扎完就不痛了。等你醒了，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，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，好不好？我就在这里守着你，哪儿也不去。芷墨，你一定要挺过来。前世今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，你怎么忍心留下我一个人？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绝不毒舌。我真的好怕，万一这药不管用怎么办？以前我从不信神佛，只信自己。可苍天既然让我重活一世，又让我遇见了温芷墨，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老天爷既许了我们重逢，就别再将他夺走。只要他能好起来，信你愿日日供奉，一生虔诚。求求你，让他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吧。退烧了，终于退烧了。林哥，别怕，我回来了。你掌心的温度，催开花万丛。夫君，林哥，辛苦你了。无名的光芒，在暗夜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我都记得，虽然我心智不全，但我能感受到谁对我好，谁对我坏。我记得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记得你为了保护我受的那些委屈，记得你在大婚之日牵起我的手。从今往后，换我来护你，谁若敢伤你分毫，我必让他百倍偿还。你终于回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哭声，林哥哭得这般撕心裂肺，莫非是芷墨出了什么意外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芷墨，我的儿！母妃，让您操心了，儿子不孝，这些年连累母妃受苦了。儿啊，你认得为娘了？儿子都记得，儿子全好了。你不傻了，你真的醒了。以前是儿子浑浑噩噩，以后换儿子来护着母妃。我的儿啊，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啊！我就知道我儿吉人自有天相，娘等到这一天了。行医救人，所求的不就是这一刻吗？哪怕世道再乱，这点温情总归是值得守护的。苏姑娘的大恩大德，温某铭记于心。若非姑娘妙手回春，将我从混沌中拉回，温某恐怕此生都要在痴傻中度过，连累亲人受苦。日后姑娘若有所请，温某定当万死不辞，以报再生之恩。世子言重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况且这双生煞我也觉得新鲜，颇具挑战性，这才会出手。如今毒已解，
我也算是功德圆满了，没什么好谢的。你这大礼，我可受不起，折寿。无论如何，姑娘是温某的再生父母，这份情安顺王府记下来。苏姑娘，如今芷梦刚醒，身子还虚，我想在此地多住些时日，让她好好调养，也顺便为母妃和姑娘祈福。这几日还得劳烦姑娘多费心照看。也好，余毒虽轻，但身体亏空严重，确实需要静养。这几日我会重新开几副调理的方子，你们且安心住着吧。这里风大，小心着凉。若是累了，我们便去那边的凉亭歇歇。不累，有你在身边，走多远都不觉得累。哎呦，你看那边那位公子生得这般俊俏，对娘子还如此体贴，真是少见啊。那是安顺王府的世子和世子妃吧？一对璧人，只羡鸳鸯不羡仙啊。母妃，今日这平安符，母妃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位是属下参见世子、世子妃。林哥、芷墨，你们回来了。刚收到的急报，有些棘手。究竟是何事？回世子妃，属下发现温可浩近日在王府周边鬼鬼祟祟，恐怕是在谋划什么不轨之事。这个孽障，我看在他是王爷血脉的份上，只是逐出宗族。如今看来，是我太过心软，留着他终究是个祸患。温可浩如今走投无路，只怕会狗急跳墙。芷墨，你的身体……母妃、林哥，不必惊慌。先前我心智不全，多亏了母妃和林哥护我周全。如今我已痊愈，这个家该换我来守了。这就交给我处理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温可浩翻出什么风浪来。这段时日多有叨扰，多谢大师慈悲为怀，收留我们在寺中静养。更要多谢苏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若非姑娘妙手回春，温某恐怕早已逼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施主吉人自有天相，历经磨难终得圆满，日后必有后福，一切皆是因果，施主无需挂怀。行了，别这么客气，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回去记得按时吃药，若是再有什么不舒服，随时让人来找我。不过嘛，我倒是希望咱们别再因为看病这事见面了。借苏姑娘吉言，苏姑娘医术高明又侠肝义胆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定当请姑娘去府上一叙。好说好说，到时候备上好菜，我一定去。走了。怎么了？手怎么这么凉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慌慌的，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方才出林子的时候，总觉得林中似有一双眼睛在窥视我们，阴冷得很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别怕，许是这几日太累了，有些心神不宁。有我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有事。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也替你顶着。你真好，傻瓜。温芷轩、孟林哥，都是你们害我，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抢走了。只要没了你们，这世子安顺王府还是我的。小灵儿吃橘子，这橘子可甜了。夫君自己吃吧，我不饿。不行，小灵儿最近都瘦了，要多吃点。小心上面！稳住！
君，别怕，抱紧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温芷范、梦灵哥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了。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，看看这断魂崖风景多好，正是给你们的做坟墓的好地方。只要你们死了，这安顺王府的世子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！这群贼人来势汹汹，咱们快顶不住了！前面的路还没堵死，属下带人拼死杀出一条血路，请世子和世子妃弃车先行。芷墨，护卫大哥说让我们先走。别怕，这种地形，汽车只会成为活靶子。相信我们的护卫，更要相信我。拿着防身，待在我身后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有事。杀！给我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温芷墨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温芷墨，梦灵哥，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小心！去死吧！只要你死了，世子之位就是我的。王府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不傻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是你弟弟，我是你亲弟弟啊！你不能杀我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弟弟，当你给我下毒，让我痴傻10年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哥哥？从你对我和林哥动杀心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这一刀是替那个被你毒害了10年的温芷墨还给你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请世子恕罪。小灵儿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是被吓到了。但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你出事。刚才那一刀，我都不知道你会武功。小时候学过点皮毛，虽然这10年，但我身子骨底子还在。这段时间在寒山寺，我也偷偷锻炼了一下。
对付温可浩这种花架子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怎么还没回来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再派人去瞧瞧。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！沃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里受伤了？快传太医！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林哥，莫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里受伤了？母亲别急，这不是儿子的血。不是你的血，那是二弟他在混战中不幸被流口所杀，儿子无能，没能救下他。这就是他的命数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怨不得旁人。对外只宣称他是遭遇山匪，意外身亡吧，也算是保全了王府最后的颜面。儿子明白。对了，林哥，今日孟家派人来了，说是你父亲想见你一面，挺急的。儿媳知道了。天色已晚，林哥今日受了惊吓，明日我陪林哥一同见孟家人吧，把岳父请到府上来。也好，你们快去歇息吧。父亲，怎么了？还在想白天的事？不是，只是以前这个时候，你早就闹着要听故事睡觉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想做些别的。为父伺候一些。世子爷，世子妃，孟老爷来了，正在前厅候着，说是10万火急，求见世子妃。不见，这才什么时辰？天大的事也得等世子妃睡醒再说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毕竟是我父亲这么早赶来，定是有什么大事，去看看吧。遵命，我的世子妃。林哥，林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为父都要急死了。父亲，这一大早的，究竟出什么事了？如此慌张，不仅失了体统，也惊扰了世子休息。林哥，你救救怀燕吧，救救你妹妹！她是做了错事，可她毕竟是你亲妹妹呀。妹妹，父亲莫不是糊涂了？怀燕妹妹不是嫁给关状元享福去了吗？这会儿应该正做着她的状元夫人，风光无限，怎么需要我这个被替嫁出来的姐姐救？享什么福啊？那是造孽呀！是我们孟家瞎了眼啊！关义安那个畜生，为了攀附权贵，竟然把环燕当成礼物送给了万公公。万公公，那个把持朝政、手段残忍、以折磨人为乐的阉人，就是他，那个变态。环燕被送去后被百般折磨，听说身上没一块好肉了。要不是大理寺最近在查万公公的贪腐案，要把人带走审问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林哥，我知道环燕以前不懂事，得罪了你，可她毕竟是你骨肉相连的亲妹妹啊。她现在已经受到惩罚了，如果再被关进大理寺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她这辈子就真的毁了，名声尽毁不说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呀。父亲，您说她是我的妹妹，可您知道吗？在寒山寺，她伙同温可浩给我和世子下毒，想要我们的命。那时候，她可曾念过我是她的姐姐？下毒？若非我们命大，父亲今日看到的，恐怕就是我和世子的尸体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造孽，真是造孽呀！我孟行渊一世英名，怎么教出了这样的女儿？
送客。别难过，都过去了。我不难过，只是觉得世事无常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夫君，其实，在大婚前，我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那个梦太过真实，真实到让我分不清是梦境还是前世。什么样的梦？说来听听。在那个梦里，一切都是颠倒的。我嫁给了那个道貌岸然的关义安，而环燕，她嫁给了当时痴傻的你。梦里的我以为嫁得良人，为了助关义安仕途顺遂，我不惜耗尽心血，甚至动用了母亲留下的所有嫁妆为她铺路。我没日没夜的为她操持家务，替她周旋于权贵之间，终于捧着她一步步登上了宰相的高位。可是等她功成名就之时，我的身子早已因为常年劳累而亏空，形同枯槁，而她却转身迎娶了高门贵女，将我弃之如敝履，任由我在偏院自生自灭。别说了，那只是梦。但在那个梦里，你和环燕更惨。温可浩为了夺权，设计陷害了你们。环燕受不了苦，卷了细软跑了，把你一个人扔在破庙里。最后，你成了人人唾弃的乞丐，冻死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。醒来后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不是这次换嫁，是不是我们真的会重蹈覆辙？是不是这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？那只是个噩梦，林哥，不管那是前世还是梦境，都已经结束了。这一世，既然老天让我们相遇，我就绝不会让那些悲剧重演。无论我有病没病，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都会选择你，奔向你。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更不会让你再流一滴泪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虽然孟环燕罪有应得，但那个万公公此人阴狠毒辣，如果继续放任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无辜女子要遭难。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不仅是万公公，还有那个卖妻求荣的关以哀，我也一并收拾了。前世的债，今生便让他们一一偿还。你只管安心做你的世子妃，外面的风雨，为夫替你挡着。世子妃，王妃，世子回来了，正往这边来呢。母亲，起来吧。林哥，哟，大忙人可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把家都忘了呢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子知错了。事情办妥了。真的？看来是成了。怎么样？关义安因为卖妻求荣贿赂权贵，已经被御史台弹劾。皇上震怒，下旨革职查办，证据确凿，他百口莫辩，不出意外会被贬出京去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录用。这辈子，他别想再踏进京城半步。太好了，这就是报应。那个万公公呢？至于那个老阉狗，大理司里顺着孟环燕这条线顺藤摸瓜，查出了他不少私吞贡品、残害忠良的陈年旧案。皇上已经对他起疑心，收回他的权利。如今他失去了圣心，墙倒众人推，离彻底倒台也不远。太好了，这真是大快人心！这两个祸害终于要伏法了。行了行了，看你们高兴那样。既然外面的事忙完了，以后可要多在家里陪陪林哥，我还等着早点抱孙子呢。母亲放心，儿子一定努力，争取明年就让您抱上大胖孙子。对了，过几日生辰，我有份惊喜要给你。你生辰，不应该是我送你礼物吗？怎么反倒是你给我惊喜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林哥啊，这满京城的金银珠宝你不挑，
偏要自己动手弄这些泥巴。过几日就是墨儿的生辰了，难为你这么有心，还亲自给他做礼物。这要是让旁人知道了，指不定要笑话咱们安顺王府抠门呢。母亲说笑了，金银有价，情无价嘛。夫君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我想着亲手做的东西总是更有心一些，哪怕做的丑了点儿，只要夫君不嫌弃就好。他敢嫌弃？若是他敢说半个不字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！唉，我那不成器的儿子。说起来，墨儿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整日早出晚归的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有时候回来的比鸡都晚，走的比狗都早，连陪我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母亲多担待些。夫君刚恢复不久，想要在朝中立足，重振安顺王府的声威，自然有许多事情要打理。他这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在奔波呀。也就是你惯着他，处处为他说话。世子妃，王妃，世子回来了，正往这边来。娘，您尝尝这小排，是府里的李厨子做的，酸甜适口，最是开胃。好，好，林哥啊，看到你如今过得这么好，娘这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娘，其实有些事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。我和世子并非是这次换嫁才相识的，早在幼时，那次您带我去寒山寺上香，我们就已经见过了。寒山寺竟有这等事，娘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那时候我贪玩迷了路，在后山的桃林里哭鼻子，是一个小哥哥给了我一块桂花糕，还陪我玩了一下午。那个小哥哥就是芷墨。那时林哥扎着2个小勾皱，哭得像个小花猫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妹妹？只是后来，没想到你们竟有这样的缘分，兜兜转转还是走到了一起，这真是天作之合，是老天爷注定的姻缘啊！亲家母说的是，这就是天定的缘分。小灵儿，这就是我之前说要给你的惊喜，打开看看。巧了，夫君，今日虽是你生辰，但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不如我们一起打开。果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看来我们不仅想一块儿去了，连手艺都差不多。谁说的？明明是你捏的更好看些，我这手艺怕是有些拿不出手了。胡说，这可是世子妃亲手做的，在我眼里，这就是世上最好的礼物。这2个小家伙，我要专门打个金丝楠木的盒子装起来，挂在床头，日日看着，夜夜守着。也不怕人笑话，哪有人挂泥人的？我挂我媳妇儿给我做的礼物，谁笑话？来，咱们干一杯，愿我的儿和媳妇儿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恩爱白头，早生贵子。